李长寿端着茶杯喝了一口，心底轻轻一叹，若非时间来不及，多给我几千年去谋算，我非要发展出7、8个独立运作的暗藏大势力，再去跟西方交手。现在也只能明面拉一个联盟，在暗中培养凌天殿了。不多时，卞庄灰溜溜地跑了回来，言说卞老夫人与几位姑奶一同进入了大殿之中，应是想要好好商议此事。李长寿想起那九龙岛吕月，笑道：可否请少阁主动用一点私权？啥少阁主不少阁主的？卞庄嘿嘿一笑：有事您吩咐，看上哪个了？那个想跟哪位仙子论道，我立刻给您办妥。秦天柱挑了挑眉头，李长寿赶紧转移话题：此地有一个客人，是截教圣人弟子，九龙岛炼器士吕月，可否请吕月来此地一叙？顺便如此，这般。李长寿传声叮嘱几句，卞庄连连点头，直说小事，转身匆匆而去。不多时，卞庄派人去请吕月，又将2枚玉符塞给了李长寿，这其中是有天涯阁所记录的吕月之喜好，前来此地的频率。李长寿看了眼，心底颇有些感慨，这吕月1000年来一次，一次来100年，每次都是大笔的灵石砸出去。这老哥炼毒的本领无比高明，该不会就是为了搞灵石来这儿消费，借此磨练出来的？正如此想着，那吕月驾云而来，昂首挺胸进入了阁楼中。李长寿故意当着吕月的面将2枚玉符收了起来，又对秦天柱传声叮嘱，让他不必起身，自己起身相迎。李长寿不做道揖，也不行礼，只是笑道：道兄当真是九龙岛吕月师兄？自然。吕月昂首挺胸，目中带着几分傲意。长庚师弟可是想好如何辩解了？只要你能说服贫道，贫道自不会将你今日来此地之事说给诸位同门听。辩解？我为何要辩解？倒是道兄如何自证身份？贫道何用自证啊？吕月对着天空拱拱手，朗声道：我师尊乃是通天教主，若此言为虚，圣人自有感应。李长寿轻轻摇头：大劫来临，天机蒙蔽，此法怕是不行啊。那你又如何自证你是天庭水神，人教长庚啊？凭此宝。李长寿手指轻点，掌心浮出了一缕缕玄黄气息，凝成了玄黄塔的虚影。吕月一愣，站在那儿陷入沉思。李长寿趁势追击：道兄似乎对天涯阁格外中意。不错，贫道自上古炼丹出错，就开始喜好美色，也常来此地，不偷不抢，不欺弱小，也非什么秘闻。吕月淡定地回答，随后继续沉思如何自证身份。李长寿不料吕月竟会如此坦然地承认此事，当下也有些犯愁，想着该如何抓住对方的软肋。李长寿善用毒，所以更明白吕月的厉害之处。这般用毒的高手，绝对是扭转一场大战的底牌。若是能够提前为天庭所用，哎呦，这画面不要太美。吕月沉吟几声，开口道：这般你与云霄仙子桃花林相会那次，贫道虽未在场，但贫道能说出你们说的每句言语。言说之中，吕月自怀中拿出了一本布帛做成的书卷，清了清嗓子，淡定的朗声读道：云霄师姐说，我眼中的你善谋善化，进退有度，行事谨慎，不沾阴。大可不必。李长寿连忙出声打断，向前迈出2步，对吕月做了一个道揖：吕月师兄，是我多疑了，在此赔罪。嘿嘿嘿嘿嘿。吕月倒是露出了一些微笑。
世人都知长庚师弟行事谨慎，这都是小事，贫道自然不会介怀的。倒是你，云霄师姐若真的知晓此事，该如何看你啊？这段姻缘来之不易，师弟呀，你却好好珍惜才对。稍后贫道替你掩护，说你是来此地寻贫道的，有要事相商，但贫道只能帮你这一次。师兄，我来此地其实真的有要事，并非是来寻欢作乐的。来，师兄请坐，容我详细与你言说。哦，吕月看了眼秦天柱，淡定地点点头，坐去卞老夫人刚刚坐的位置。那秦天柱却笑着道了一句：道友手中书册，可否借我一观？吕月将布帛书收起，淡然道：哼，你又是何人呢？这是我结教之秘，岂能让长庚师弟难堪呢？李长寿的心底略微思量，这吕月的性子倒也是颇为有趣。接下来就是想办法试探他与西方是不是有关联。这一次外出，玉帝3号化身给李长寿的感觉多少有些不一样，总感觉呢比之前要平和了很多。无论是变装说错话，又或者是吕月出言不敬，秦天柱都是微笑着摇摇头就过了。虽然大概率是放在心底记小本本，但确实是比之前淡定了很多，也从容了很多。真心胸宽广秦天柱？李长寿的心底暗自嘀咕，却也不能够直接传声问询啊。当务之急还是探一探吕月的根脚。我其实记得原本的封神故事中，吕月的下场也挺凄惨的，被阐教3代们一阵暴打。第一次下山损了4个徒弟，第二次下山被没什么修为的杨任拿着5火七擒扇呼成了灰烬。当时与吕月一同被5火七擒扇搞掉的还有吕月的2名师弟，就这般1个师父、2个师叔、4个弟子组成了天庭8部正神中温部的班底。从这个角度来判断，吕月跟西方教有关联的概率应当很小。但是凡事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此时大姐已经更改了这么多，李长寿也不敢直接下定论。此前李长寿还听人说起过吕月的名号，是在万凌云长老口中。万长老曾拜读过吕月所著的半篇读经，对截教炼气师吕月的独到造诣无比的推崇。而万长老构想的金仙毒丹道之毒，吕月早就有炼制好的成品在洪荒中流传，只是无比稀少。李长寿思前想后，慎重地找了一个吕月必定感兴趣的话题。吕月师兄此前说炼丹出错，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吕月那张苍老的面容上露出了几分郁闷。陈年往事矣，不提也罢，不提也罢呀。这满满的倾诉欲啊！李长寿正色道：吕月师兄，实不相瞒，师弟我也颇喜炼丹，也琢磨过不少毒丹。师兄请看。言说之中，李长寿拿出了2瓶丹药，先递给秦天柱1瓶，又将另外1瓶用仙力推到了吕月手中。吕月打开瓶子看了眼，放在鼻尖嗅了嗅，笑道：不错，这毒丹炼得扎实，马马虎虎能毒死几个天仙了。师弟看看为兄这个。言说之中，吕月在袖中取出2瓶丹药，瞧脸秦天柱用仙力推了1瓶丹药过去。李长寿还未来得及提醒，秦天柱已经是手快把玉瓶给拔开了。当下这玉帝的化身就是眼前一黑，身形摇晃，身周连忙绽放出仙力，将玉瓶结结实实的封住。秦天柱咳嗽几声掩盖尴尬，赞道：好厉害的毒丹，便是大罗金仙种啊，他也要元神受损。吕月淡定的一笑，手指轻点，将一缕缕散出的毒雾收入指尖，淡然道：我要伤了此地家人，他们修为都不算太高。稳了一手，李长寿并未打开手中玉瓶。
刚要将玉瓶奉还，吕月却是傲气的摆摆手：“拿着防身就是，总不能被你白喊师兄啊！送出去的东西，焉有拿回来的道理呀？”啊，那就多谢师兄了。李长寿含笑将玉瓶收了起来，满是郑重地放到了一只宝囊中，贴身存放。吕月见状笑眯了眼，又轻叹了一声，叮嘱道：“毒丹之物，本就是丹道分支，可伤人，也可救人。世人对此颇多非议。长庚师弟，你记得，你是天庭水神，人教仅有的2位2代弟子之一呀。若非是真敌不过的强敌，陷入困境，切莫露出这丹药，免得让人说咱们仗着阴损手段害人，有损大师伯威名。”一旁秦天柱将手中的玉瓶递给了李长寿，笑道：“这颗也给水神大人用吧，若是遇到强敌，还能多点应付手段。”你这手下倒也上道啊！别说了，大佬，看您这个性情，估计这个版本的封神也逃不过要去给天庭这位手下当差，真的就会成为这手下的手下了。啊，多谢师兄提醒。李长寿笑着应了一声，看似随意地将玉瓶接了过来，并未露出什么破绽。紧接着，李长寿将话题很舒适地转了回来。吕月师兄练毒的本领，师弟我自愧不如，相差甚远。恐道门3教之内，夺一道也是师兄独树一帜。师兄当年炼丹出错，就是炼毒丹所致吗？唉，吕月长长的一叹，看脸身旁卞老夫人留下的茶杯，一旁卞庄立刻喊人送来新茶。不愧是龙头情缘服务业的少东家，机敏劲儿都用在这儿了。吕月缓声道：“那时也是上古喽。当时门内有一对道侣，是上古异兽化形修行，都已修成了长生仙，心愿就是有个子嗣。但他们一个本体是3足金蝉，一个本体呢是灵羽天鸟，本就都已修成金仙，想要子嗣，那真是难事一件呢。那也难不住师兄吧？”别说这个，贫道听了就脚软。吕月笑骂了一声：“哼哼，贫道就怕被人戴了高帽，帽子一戴，贫道就有些不知所以。哎呀，当时贫道也是这般稀里糊涂答应了，回去以后就琢磨呀，搜集了诸多的先天宝材，志气满满，开炉炼丹。哎呀，结果丹药成的那最后一刻呀，怎么炸炉了？”吕月以手掩面：“自那以后啊，一股邪气误了贫道元神呐，多亏有天涯阁这般所在，不然贫道当真是要踏入邪道，哎呀，不知会做多少错事啊。”秦天柱在旁边笑着加了一句：“虽说如此，道友也要节制些才行。若我所看不错，道友已是亏损了本源。大罗金仙的修为都能这般亏损本源，当真世所罕见。”“无妨。”吕月淡定地摆摆手：“斗法看的又不是修为如何，若说瞬息杀千百个长生仙，怕是云霄师姐多宝道兄也不如贫道出手迅捷。”李长寿笑着将话题稳了回来：“不提风月，师兄炼毒的本领，师弟我是无比佩服的。”吕月一阵摇头，看着李长寿笑道：“不过由此也让贫道得了此间之乐呀，算是有失有得。与师弟你修的那阴阳之道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啊。”“抱歉，我们太清是正经的阴阳大道，咱们这般只是聊天，未免有些不美。小庄啊，让人摆一点酒宴，我跟吕月师兄喝几杯。”“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这就让人进来。”“哎，慢。”
吕月手一抬，淡定地扔出去了自己的大能玉符。算贫道的。这个卞庄有些为难，不由得看向李长寿。他刚听完李长寿对吕月的毒丹颇多赞赏，心底也是有些发怵呢。李长寿笑道：岂能让师兄破费？今日师兄诚心待我，单单是这一份要帮我遮掩来此地之事的心意，就让师弟我颇为感动。小庄啊，将玉符还给吕月师兄，后面的事你可懂得了？懂。卞庄双手捧回这枚玉符，笑道：今后吕月前辈就是我们天涯阁的贵客，与吕月前辈交好的几位姐姐绝不会受半点委屈的。吕月前辈今后在我天涯阁中的一应用度都由天涯阁承担。言罢，卞庄做到一就要转身。砰的一声，吕月一拍桌子，瞪眼喝道：你这是瞧不起谁呀？是觉得贫道家境贫寒？卞庄不由懵了，吕月当真是气愤呐，骂道：贫道给的灵石宝物，那是给你们天涯阁的吗？那是给那些家人的，他们寄人篱下，曲意逢迎，还要面对贫道这般不修边幅的老道，本已是万分不义，岂能断了这财物来源呢？这是他们应得的。李长树和秦天柱对视也莫名觉得，这好有道理啊。这种事本就不是什么好事，是不可提倡的行为，对洪荒风气没有半点好处，但是能说得如此的理直气壮，也当真是没谁了。